哎，你们应该都玩过那种大型网游吧？就是那种可以好多人一起玩，注册角色的时候得先选择一个职业的。当当当当，现在我的世界里也有类似的功能了。开局就有10个种族可以选择，每个种族都有不同的特殊能力，当然也有特殊的限制，还可以加到服务器里和小伙伴一起玩，按种族划分成不同的阵营，想想就有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你在玩我的世界的时候，有没有幻想过变成人族以外其他的种族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今天这个模组就有这个功能。一创建游戏，你就可以看见一个窗口，这里就是让你选择初始种族的地方了。一共提供10种种族，人族的话就是史蒂夫，和平时的生存一样。另外9种种族各自拥有不同的特殊能力。在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圈圈，这个圈圈的数量越多，就表示这个种族对生存的影响越严重。说直白一点，就是强的部分贼强，但是受限制的也很多。那么我们就一个个介绍过来吧。哦，对了，在我介绍的过程中，你们可以假设自己也要进行种族选择，然后把自己愿意选择的种族在弹幕里面发出来，看看想选择哪个种族的人会比较多。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羽人族，羽人族很早就失去了飞行的能力，不过现在他们的翅膀还是可以滑翔的，也就是一直有缓降的效果，不怕摔伤，并且移动速度也会快一点，毕竟身体比较轻盈嘛。不过有一点啊，就是这个羽人族是不能吃肉的，这就让这个种族的前期会过得比较不舒服了。而且如果想要睡觉的话，在很低的地方是睡不了的，必须把床搭到86个高度以上才行。因为作为一只鸟，平时在地上就算了，如果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呼吸上层的新鲜空气，就没有办法睡着。不愧是人上人，睡个觉事情都这么多。那么第二个是蜘蛛人啊，也就是猪形纲。蜘蛛人可以任意爬墙，只要有方块，对着它按前进键就可以爬上去。攻击敌人的时候还会发射蜘蛛网把敌人包裹住，不过这个技能是有冷却时间的，要等待屏幕的进度条走完才能触发下一次蛛网。而作为一只节肢动物，蜘蛛的身子比较软，所以血量也比正常的要少3颗星。而和羽人族相反的是，蜘蛛人只能吃肉不能吃素，这隐隐有点敌对阵营的意思了。那么第3种则是异人族了。如果说羽人族是人上人，那异人族就是天龙人了。毕竟羽人族翅膀都退化了，而异人族天生就带有鞘翅，还不占装备栏。每过30秒的时间，异人族就可以使用一次技能风之礼遇，把自己抛向空中约20个方块的高度，搭配上鞘翅，使用效果极佳。在空中战斗的时候，异人族还可以造成更高的伤害，毕竟天空才是他们的主场。但是强大的背后往往是有牺牲的。在不断的进化中，为了提升飞行的灵活度，异人族的骨骼非常轻，甚至轻到了骨质疏松的程度。在飞行的过程中，如果坠落或者撞击到方块，会受到更多的伤害，并且身体无法承受任何的重甲，就是保护值超过链甲的就不行了。所以也是一个防御力非常薄弱的种族。而且由于长期的自由，他们很害怕幽闭的环境，在天花板比较低的地方会变得虚弱，就比如挖矿这种行动就非常不适合异人族的进行。但是管他呢，刚出生就能飞，多快乐啊！大不了和村民交易矿物就是了，有舍才有得嘛。第4种是潜影族，它是潜影辈的近亲，身上有9个额外的物品栏，在这个物品栏里的东西是死亡不会掉落的，可以放一些贵重物品。潜影族继承了潜影辈外壳的坚硬，天生就有8点护甲值，防御力很高，还可以徒手碎大石，速度极快。不过可能是因为拥有贝壳的骄傲，所以没有办法使用盾牌，只能拿在手上。而且因为精力比较充沛，所以比其他种族更容易饿一点，是个吃粮食大户了。然后就是2级影响的种族，第一个是猫族。据说猫族拥有灵活的身手，不管多高掉下去都不会受到降落伤害。这就有点离谱了，有本事就飞到200-300格的高度摔下来给我看看。哼，从200-300格摔下来还摔不死，我当场就把我的键盘好好的清理。猫族在跑起来的时候可以跳得很高，并且猫族的血量只有9颗星，作者美其名曰猫有9条命，所以是9颗星。哈，虽然说这样子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总感觉猫族吃了点小亏。另外，猫族和潜影族相反，它的手臂非常虚弱，没有办法挖掘旁边有超过2个石头的石头。像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他喵的，干脆把挖掘给去掉算了，挖啥不行，还不如异人族呢。猫咪在夜晚会有很好的夜视效果。另外，猫族和猫咪一样，可以吓退苦力怕，或者是把苦力怕赶到朋友家里什么的。第2种是末影族，和末影人一样，它可以丢出末影珍珠进行传送，而且不会受到伤害。
末影族怕水，接触到水的时候就会受到伤害，而且因为末影人手脚比较长嘛，可以接触的方块也比较远啊，就像这样，我们可以碰到最内边的方块。谁叫我们比较长呢？长的人就是有优势一点，是吧？然后就是3个圈的种族，首先就是人鱼族，这个也很好理解，就是必须要住在水里面，离开水面的话，氧气值就会下降，然后就会扣血，还可以在水下挖掘方块，而且在水里的移动速度还会提升。和它有点相反的就是烈焰族了，烈焰族一出生就在地狱，可以免疫所有火焰伤害，甚至被火烧了之后，攻击力还会提升，并且因为身体的灼热，它可以快速的消灭身体里的毒素和状态。然后因为是火人嘛，所以肯定是怕水的，在水里也会扣血。最后一种则是幻影族了。如果种族之间有分工，那么幻影族肯定是最好的刺客，因为它可以进行幻化，幻化之后可以穿过除了黑曜石之外的所有固体，并且可以隐形，不会被敌人看见，可以在无声无息之间完成刺杀行动，感觉强的有点离谱。但是在幻化的过程中，消耗的饥饿值比较多，而且幻影族的身体比较脆弱，比普通人要少3颗星的血量。由于刺客长期处于阴影之中，他们害怕太阳，并且会被太阳点燃。最后，这个模组是可以加进服务器的。如果给你们选，你们会想要选哪个种族呢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要玩羽人族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我不但可以到处乱飞，还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去矿洞打工了，嘿嘿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走之前，希望可以点一个赞支持一下。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